大家好，我是欢哥，带你穿越时空，讲述千奇百态，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为大家讲述一个不为人知的国家故事，这个国家叫做汤加王国，英文名 Tonga。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没有听过汤加这两个字。汤加王国的国家军队有多厉害？二战时，汤加成为了美军和新西兰军队的补给基地，曾派2000人抗击日寇，还派军去过伊拉克。近日，汤加发生的事情想必都牵动着大家的目光，也让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南太平洋平和美丽之国一下子成了大家讨论的主题。汤加王国位于南太平洋上，是一个已有3000多年历史，历经了4个王朝兴衰的国度。因其仅靠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太阳每天最先从这里升起的缘故，它又博得了日食之国的美称。汤加是太平洋上唯一的王国，国家虽小却颇有特色，且历史悠久。汤加是个以胖为美的独特国家，在汤加，男人平均体重在81千克以上，女人平均在73千克以上。有的妇女认为自己不够肥，就用许多布袋来掩饰，因为汤加的女人只有达到一定胖度才能嫁得出去。肥胖不仅被用来衡量一个人美不美，还被认为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汤加人的生活节奏很悠闲，偏爱各种肉类、木薯、芋头、面包果等高热量和脂肪食品，不但吃得多，还很少运动，加上以胖为美的风俗，所以这里把变胖当成了一种荣耀。而且汤加是南太平洋岛国中唯一一个依旧保持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和王室在汤加国民心中依旧是一种象征。汤加人每年都会精心挑选出最好的食物进献给国王，来表达对国王的敬爱之情。在这样的奇特审美和风俗下，王室成员和贵族真的是想不胖也难啊。如果有世界最胖王室的评比，汤加王室绝对是当仁不让的魁首。1965年即位的讨伐阿豪图普，自是身高 1.90 米，体重曾一度达到200公斤，雄踞全国榜首，是让臣民们都心悦诚服的美男子，也是世界上最胖的国家元首。图普4世访问英国时，突发奇想打算去看场足球比赛，为了便于安保，也为了避开新闻记者，特地安排他从边门入场。谁知边门太过窄小，图普4世虽然去遵做了种种努力，可庞大的身躯还是无法通过，最后只得大开中门，请他入场。而这件事后来还是被八卦的记者们作为花絮扩散了出去。汤加原住民最早来自中国，中国先祖早在1000多年前从中国南方地区出发，一路航海随波飘扬，先到达现今澳大利亚最南端一带定居，另一部分人几经辗转，最终到达斐济群岛定居。汤加也曾是海洋帝国。汤加塔布岛的繁荣并非起源于西方人到来之后，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便有了定居者的村庄。考古发掘显示，这个村庄的边长超过1公里，多为中式城墙，发现中式陶瓷、家用品、祭祀用品等一些民间日常用具。此外，岛屿的环礁上也有许多人类定居点，最后到达汤加塔布岛的深处。这些居民便是汤加的原住民毛衣的负担，是一座位于汤加塔布岛的石碑，由当时的汤加国王建造于13世纪，以纪念他的2个儿子。该纪念碑有时被称为太平洋的巨石阵。提起南太平洋，许多人便会想起波利尼西亚人，其实汤加人不是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属于拉皮塔人的一支。许多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拉皮塔人是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一些沿海地区的民族的共同祖先。他们的陶器有独特的齿痕，喜爱使用黑曜石做工具，当然也说南岛语，是他们的航海技术将人类的足迹带到了南太平洋。土色年法证实，定居者在公元前9世纪末已经到达了汤加以至最早居住的城镇努库莱卡。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至迟到公元前500年，汤加已经是拉皮塔人的岛屿。汤加人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通过故事、史诗、歌曲等口口相传。与许多南岛国家不同，汤加人非常热衷于扩张。汤加国王自称为图伊汤加，到了12世纪，他的威名已经传播于整个南太平洋，从西边的纽埃岛、萨摩亚到东边的提科皮亚岛。汤加国王统治他们的时间超过400年，以至于有些历史学家将此时的汤加称为汤加帝国。这也是南太平洋诸岛国上唯一获此名号的国家，连以骁勇善战闻名的毛利人建立的国家都未能达到如此规模。像许多古老文明一样，汤加人也认为他们的第一个图伊汤加式神坦加洛阿的儿子。根据汤加学者的研究，公元950年，汤加国王开始了他的征伐之路。
将他的统治扩展到汤加之外。汤加人善于造船，最常见的船只是装有三角帆的长距离双桅帆船，而最著名也是最大的，则是汤加卡利亚型独木舟。它是双体独木舟，拥有巨大的船帆，可以装载多达100人。天气好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快，即便遇上暴风雨，它也很难沉没，这使它比当时欧洲的帆船都更有优势。这些船只造就了汤加的海军和贸易网络。最强大的时候，汤加的领土包括托克劳、图瓦卢、瑙鲁、斐济的部分地区、马克萨斯群岛、所罗门群岛的部分地区、基里巴斯、纽埃、库克群岛和萨摩亚的部分地区，而国王则居住在汤加塔布岛上。当然，由于岛屿都散落在太平洋上，这种统治很可能是松散的，更像是一个由航海家、酋长和冒险家组成的网。